嗨，我是歪版。很多人超晚叫我讲台剧《童话故事》下集。你们知道这部片上片的时候，很多人想说上集在哪？对，我也在找。没有看上集，怎么看下集？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以前看的故事书都是王子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改起来了嘛。然后他现在要讲的是童话故事下集，也就是婚后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我们讨论点一：现在女生真的还有人愿意在婚后住进婆家吗？是因为台湾房价很高，很难自己买房吗？还是再怎么样就是可以省房租啊？或者是因为住在婆家有人煮饭做家事带便当？我有点看的时候不太能理解，说现在年轻女生真的还有人愿意住进婆家哦？我不愿意啊。你不是连结婚都不愿意吗？对啊，尤其是后来看到里面就是女主角住进去之后过的生活很痛苦。对啊，你真的是越看越气，一直在想说你怎么不搬走？你怎么不搬走？凌晨5点被叫起来，凌晨5点被叫起来去拜拜。对，然后就是连自己的床要放哪里都不能决定，还要放客厅，这很荒谬的很多事情哎。可是现在有跟婆家住的人，后面都会补一句：哦，我跟婆家住，可是我婆婆对我很好。我每个听到的后面都会加这一句。如果是你住婆家，然后得到很多好处，然后婆婆又对你很好，然后你又很有自由，那当然也许没什么不好。他们不知道搬出去更好。他可能想说有人煮饭。对啊，有人煮饭，有人做家事，有人洗衣服，然后带便当，然后没有房租。可是我自己在家里都不会穿裤子，就是穿内裤跑来跑去。不只有我公公婆婆在客厅的时候，你我就要穿裤子了。对，我光想到我没有办法穿就是很舒服的东西，搞不好内衣都要扣好。对啊，你连个细肩带短裤都不能穿，然后晒内裤还很害羞。对，有没有？对你内衣内裤也不能晒，那也很尴尬。然后你也不能翘脚在躺在沙发，就是很舒服，像大爷一样看电视，对不对？不能买漂亮颜色，就很尴尬啊。请问婚后住婆家的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就 T 恤长裤这样包紧紧，还是他们从小就这样？还是婆婆也很开放？你说婆婆跟你一样细肩带？有些会这样子。婆婆有希望就是跟你不熟的女生这样住在家里吗？婆婆不希望。所以以前我们看的剧都是婆婆就会一直叫你做家事，因为她想要多一个帮手，就会一直使唤你做家事。如果刻板印象啦，对啊。然后婆婆如果是真的对你很好，就像你妈一样，把你当公主般的伺候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蛮好的。真的有这种人吗？那种勾渣郎那种婆婆是，如果有一天媳妇说要搬出去，他们会生气吗？她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把儿子抢走？因为都是因为你儿子才要搬出去的。这不很正常吗？对，所以重点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要找那种男朋友觉得结婚后就我们2个要成立一个小家庭的那种价值观的男友，不要找那种你就是要住进来我们家当我们家媳妇的那种男友，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有自由一点。那个是比较传统吗？就是很传统啊，就是你嫁进来我们家，所以是你要搬进来跟我们住，然后跟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我妈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然后要学。好过年还要煮饭，对，还要在那边弄一桌子，所以我才觉得说，现在女生真的有人想过这种生活吗？没有吧，现在都那个去外面吃，他们连去外面吃都要在那跟妈有煮什么啊？你不觉得很？你连想出去吃个饭或想吃个夜市都要跟妈有煮去吃喜酒都不行，喝酒，气死！这有没有自由啊？所以大家有发现剧中的林依玲啊，住进婆家其实是非常的痛苦跟不自由，有没有？然后老公却直接选择躺平，就变成一个躺平式的婚姻，就是他不管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你一个人在焦虑，一个人在痛苦，然后一个人在跟婆婆抗衡。这种躺平式的婚姻真的好吗？我拍过3集影片，千万不要去住男友家，结婚绝对不要住他家，还有结婚真的不要住他家。拍了这3集，麻烦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2点，就结婚真的不要住他家啦。很多女生路径都是这样的，就是呢，谈到结婚的时候，男友就说：“哎，我们现在没有钱，你先搬进我家，然后我们就一起存钱，存到钱我们再搬出去。然后搬进去之后，你就会听到：哎呦，还没啦，我们还没存到头期啦，头期真的很高，现在房价真的很贵呢，就真的还没办法啊。”或者是有人会说：“你想想看，我们之后都买房子，房贷1个月好几万，我们拿来出国玩不是很好吗？而且现在住在家里也没什么不好，不是吗？”你有没有发现，搬进去之后想搬走 ？No。很多理由，你就再也搬不走了。都是先把你骗进去。对，就是刚开始你会想说，反正只是先住进去，然后后面我们存到钱就搬走。可是就感觉一直等不到那一天呢，没可能了。那我就很不爽。我前男友的妈妈，她因为她劈腿，然后被她爸爸赶出去。结果我前男友在跟我谈未来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快毕业，他就跟我说，我们以后要我跟你跟我妈妈3个人住在一起。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想照顾他妈妈。他说我妈妈这样1个人住在外面很可怜呢。然后我就说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把她赶出去的。你怎么那么人间清醒啊？我听过我很多粉丝都说，例如什么他爸妈离婚，或是他爸爸已经走了，然后他妈妈1个人，然后他就觉得身为儿子不能丢下妈妈，然后就会要求就是以后你真的就是一定要跟我们住，是不可能搬出来的。然后很多粉丝就会觉得说，那好像真的没办法。可是你刚刚直接就是关我什么事？那是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被他妈弄过很多次了。你是不喜欢他的？对，你是不喜欢他的。我觉得他有点管太多了，然后有点太传统。就交往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跟他在一起是没有距离感的，没有边界感的，然后是会没有自由的，所以你更不可能想要搬进去跟他
住嘛。他是那种我去他家吃饭，我要去洗碗的人，我不洗就是我不对。啊，就是多了一个佣人的概念。对啊，可他儿子觉得正常。还没有付钱呢。他儿子觉得那是你跟我妈之间的事，不关我的事。哦，你看，很像那个躺平式交往，他都不管。你躺平就算了，你把这句话讲出来就更白目哎、你直接讲出他还不是躺来。平不管而已，他还觉得你要听他的是对的。对啊，很恐这个怖哈。所以分手了嘛，对不对？分手了，分手了。换新的，换新的。里面林依林有一句金句是说，如果你都不努力，只有我一个人在跑，那我干嘛结婚？很多小夫妻真的就是在结婚之后啊，老公选择躺平，因为他住在原生家庭嘛，老婆就很努力存钱赚钱，想要搬出去，可老公就没再着急啊，因为他住在他的舒适圈里面啊，就变成了我们刚刚讲的躺平式婚姻，只有老婆一个人在努力，一个人在着急。如果男生住在一个有老妈照顾又有老婆陪伴的一个舒适环境里，他是很难想要离开这样的环境的，因为他是享受最多好处的一个人啊，他是很难想要主动搬走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搬进去，因为你搬进去之后要再搬走就很难了啊。婚前就要逼他做出选择，不然不要结。然后我有一个未婚的朋友说啊，他挑男朋友的时候，他就只会挑那种已经搬出来外面租房子的男生，他不会跟还住在原生家庭的男生交往，因为他说这样以后就不会面临大抉择。我是在网络上看过很多人，因为就是跟婆家一起住，然后保养品就是慢慢的好像蒸发掉了一样，然后一什么意思夜之间少很多啊。被婆婆被用掉，对对对，被偷用，对，网络上很多这种故事。去你房间用，对啊，很可怕。真的假的？然后他们还会故意就是拿一个橡皮筋套在保养品上，然后看它算那个度数，水位，对，然后就那他就帮你下降就好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反正就是真的被抓到水位下降，然后跟老公讲，老公不管，直接自己搬走，不要再跟老公求救，你就立刻收行李搬走。对啊，对啊，不要什么都老公同意，他没有拥有你的人生控制权对啊，当他撒手不管躺平式的婚姻的时候，你就直接搬走。这种人好像也就不会嫁哈。对，所以就可以干脆顺便跟他谈离婚。可是真的因为这种事情离婚的人很多嘛？我觉得是累积，你不能说因为婆婆会偷用我的保养品而离婚，对啊一定是累积很多很多，对，最后的一根稻草什么的，因为他会到这样子这么不尊重你的隐私，进去偷用你的保养品，那他平常会有多没界限？对啊，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行为，所以他一定在大小事上面全部都这样啊。对啊，所以你离婚一定不是因为他偷用保养品，你离婚是因为我不想要没有自由，不能做自己，然后住在一个没有边界感的家庭里。讨论第三点，住进婆家就会一直被催生吗？剧里面的林依林一直被催生然后老公明明也知道说他不想生，然后也没有阻止妈妈，就让妈妈一直去逼他，然后还逼他早上爬起来去拜那个祝生娘娘之类的嘛。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心中的经验，因为我结婚的时候第一胎是生女生，然后就一直被催生要赶快生一个男丁，然后我也是被逼迫去拜祝生娘娘。真的假的？真的啊，就真的会有这种事啊，就是婆婆会一直说要爱可以摆，然后哪边很灵什么什么，然后就逼你一定要去摆，然后就只好被跪在那边摆嘛。你看我当时也是傻白甜啊，也是人家叫我就去我就去，我也不会说我就不想生你就反抗不了，因为才20几岁啊。对，然后就去摆，然后跪在那边，然后开始念嘛，说啊求一个男丁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在心中里面就一直想说没有这件事，我本人不愿意，不用，就在你心里面一直默念说没有，这不是真，不用听进去。那你会喝符水吗？有喝过吗？你一说好像有，我是有点忘记，但你现在一提好像有。对，天哪！长辈是他们为什么要想起来？他们是要你，就算第二个是女的，要可是他去拜，他就是直接求男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女的是粉红色的花，男的是白的花，就求了这样子一桶花，然后要摆在床头，有点可怕。他真的摆啦，就搬回去，然后摆在床头，然后等于说意思是你们这样子才会生男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我记得是一桶白花。然后我每次回到家，我看到那个白花，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就很不舒服，对，压力很大，感觉很奇怪。我就看到他就很不舒服，后来过了几天我就把它拿出去了，就是有一种压力，就是一直被逼迫的感觉，就是所有人都在逼你，然后责任就在你一个人身上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后来童话故事下集的剧情走向是结果不孕的是男主角郑学友同学，然后再加上其实生男的或女的基因决定是男生，对，从头到尾其实女生是无法决定要生男生女的嘛，生男生女的决定是在男生身上。可是你看能不能怀上跟能不能生男的压力全部在女生身上，没有人会想说是不是要先去检查男生或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先处理女生嘛。所以这件事情对女生多不公平，而且到底要重男轻女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的啦？就女的不是人是不是？女儿不是人吗？没有女生怎么男生出来？奇怪了。然后很多粉丝都有跟我提到我们要讨论的第4点，我发现婚姻最可怕的是老公职场上会遇到跟小鹿一样的女生才是最可怕的。她老公有一个女同事，然后是单亲妈妈，然后儿子超级可爱的，然后她自己也长得很可爱，然后就一直对她的老公释放好感，感觉好像想找一个新老公的感觉，然后就跟她老公很没有界限。有一次还喝醉，她老公还送她回家，然后结果喝醉之后还睡在她家，然后老婆晚上失联，完全找不到她，才知道她睡在女同事家哦。天哪，这你能接受吗？不行，你会觉得他们一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对啊，而且他还很蠢，他还说那我先去洗澡，而且还喝醉。他喝醉回来，然后解释完还说那我先去洗澡。你为什么要？然后李依林还想说你为什么要洗澡？他很直男郑学友。然后老婆就想说你们昨天一定有干嘛？你很难不联想到他们有干嘛吧？因为他们喝醉啊。不相信没干嘛。会先疯掉。对，会先疯掉。所以这整部剧前面的所有事情，林依林都可以忍受。忍住，
不能生气，生气就输了。就到那边他快要崩溃，有点想离婚，对不对？所以这种老公就是太乖了，完全没有界限，然后就傻傻被拐去女生家，然后还一直照顾她，你真的是会气死。然后这边就要提醒大家，你婚前遇到的这种孝顺好男人、顾家好男人，婚后你就会发现他可能就是什么事情都听妈妈的。妈说，怎么样？忍你妈！什么都是我妈说，不会为你挺身而出的乖儿子。然后你婚前看到的个性温和、不会发脾气、什么都说好的暖男，婚后可能就是跟同事没界限，不知道怎么拒绝女生的傻男。择偶的时候，这一切的好都是相对应的，自己要注意一下。我看网上有人说很好笑，就是童话故事下集对已婚女性是一个直播剧，就是所有一切都正在发生，然后对未婚女性是恐怖片，就是看完会觉得我如果结婚要这样我不要。对，然后对结婚超过20年的阿姨，纯粹是回忆录的搞笑片，因为一切都已来不及。我觉得这段蛮好笑的。然后还有人说看完了童话故事下集到最后只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爸爸时常变成盆栽，还有什么大伯、二伯那些都是盆栽，然后下棋的时候棋都是飞来飞去的。我那时候以为他们是鬼，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死掉的是鬼，是活着的。不是啊，第一集他就有讲啦，就是在家里毫无存在感的年长男性的意思。讲之前我以为他是鬼，然后不是，还喂他吃饭，这变成我跟鬼的那家人的事情。不是，就是男人老了之后都没有存在感，然后全部都是女生在处理一切，然后他就是吃饭，然后喝茶，然后泡茶跟那个下棋而已，然后毫无存在感。然后我在我的脆上看到这一段就会写说啊，其实呢，当一个盆栽也好，总好过整天给你酿栽，不然的话，你全家的风雨都是他一个人带来的。请观众回答本集的问题：你觉得现在女生结婚真的还会想要住婆家吗？你会宁愿住婆家省房租，还是一定要搬出去啊？第二点，遇到这种躺平式婚姻，你觉得都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你老公就躺平，什么都不想改变，你会想要离婚吗？第三点，如果老公很善良，没有边界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女生，职场上面遇到小鹿这种一直想靠近你老公的女同事，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本集可以推荐2部会员影片，伴侣到底该怎么磨合，有上下2集，就是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一直没有共识的时候，这里面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告诉你怎么样去找出共识，怎么样磨合哦。到底怎么心灵交流？如果你觉得跟伴侣、男友或老公渐行渐远，好像没有什么话聊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深入对方的心里面进行心灵交流呢？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